嗨，亲爱的书友们，欢迎来到书海时光，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赶快关注我们，一起畅游书海，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今天我要向大家推荐一本极具洞察力的书《身份的焦虑》。这本书的作者是阿兰·德波顿，他是英国著名的作家和哲学家。德波顿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深入浅出的写作风格而闻名。他总是能够将复杂的人生哲理以一种通俗易懂且极具吸引力的方式呈现给读者。《身份的焦虑》这本书自出版以来，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因为它直击现代人内心深处最敏感、最脆弱的部分——我们对自身身份的担忧和焦虑。这本书的价值不可估量。在当今这个快节奏、竞争激烈的社会中，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身份焦虑的困扰。无论是在职场中努力拼搏，希望获得更高的职位和更多的认可，还是在社交场合中试图展现自己最好的一面，以赢得他人的尊重和喜爱，我们都在不断地追求着某种身份认同。然而，这种对身份的过度追求往往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焦虑。身份的焦虑就像是一盏明灯，为我们照亮了前行的道路。它让我们开始反思自己的内心世界，认识到身份焦虑的本质，并为我们提供了应对这种焦虑的有效方法。阅读这本书，你将会发现一个全新的视角来看待自己和周围的世界。它可能会彻底改变你对自己身份的看法，让你在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时更加从容自信。让我们先来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总是渴望得到他人的认可？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是因为他人的评价而改变了自己的生活轨迹？又或者说，有多少人因为害怕失去他人的尊重而放弃了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说到这里，我想起了著名作家 J.K. 罗琳的故事。在他创作《哈利波特》之前，她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单身母亲，生活十分贫困。她曾经历过无数次退稿，甚至一度陷入绝望。但是，她并没有因为外界的否定而放弃自己的梦想。他深知自己对于写作的热爱，以及自己内心深处对于创作出一部伟大作品的渴望。最终，哈利波特系列风靡全球，他也从一个贫困潦倒的单身母亲成为了世界上最富有的作家之一。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一味地被他人的评价所左右，被身份焦虑所困扰，我们可能会失去很多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而《身份的焦虑》这本书将引导我们深入探讨这个问题，帮助我们找到内心的平衡。身份焦虑的根源：社会比较与文化影响。在身份的焦虑中，阿兰·德波顿指出，身份焦虑的根源之一在于我们无休止的社会比较。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竞争的社会环境中，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开始了与周围人的比较。从小时候在学校的成绩排名，到长大后在工作中的职位晋升，再到生活中的物质财富和社会地位，我们总是在不断地将自己与他人进行对比。这种比较让我们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只有比别人更优秀，拥有更多的东西，我们才能获得幸福和满足。此外，文化的影响也加剧了我们的身份焦虑。现代文化往往强调个人成就和外在的成功，将财富、权力和名声视为衡量一个人价值的重要标准。这种文化氛围不断地向我们灌输着一种观念：如果你没有取得一定的成就，没有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那么你就是一个失败者。这种观念深深地植根于我们的内心，使我们陷入了一种对身份的焦虑之中。从心理学角度来看，社会比较是一种普遍的心理现象。根据社会比较理论，人们在缺乏客观标准的情况下，会利用他人作为比较的尺度来评价自己。当我们看到他人取得成功或者拥有我们所没有的东西时，我们就会感到一种压力和焦虑，因为我们担心自己会被他人超越，担心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会下降。而从社会学角度分析，文化对身份焦虑的影响则体现在社会规范和社会期望上。社会规范是指在特定的社会群体中，被人们普遍接受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观念。社会期望则是指社会对个人的角色和行为所提出的要求。当我们无法满足这些社会规范和社会期望时，我们就会感到焦虑和不安，因为我们害怕被社会排斥，害怕失去他人的尊重和认可。要应对这种由社会比较和文化影响带来的身份焦虑，我们需要学会调整自己的心态。首先，我们要认识到社会比较的局限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不足，我们不能仅仅通过与他人比较来评价自己的价值。我们应该学会关注自己的内心世界，关注自己的成长和进步，而不是一味地与他人进行攀比。其次，我们要对文化的影响进行批判性思考。我们不能盲目地接受现代文化所倡导的成功观念，我们应该思考什么才是真正对我们重要的，什么才是我们真正想要追求的。我们可以尝试着去探索一些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观，寻找那些能够让我们感到真正快乐和满足的东西。好处：当我们学会了调整心态和对文化影响进行批判性思考后，我们将不再被社会比较和文化压力所左右。我们可以更加自由地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追求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我们会发现自己内心的力量和价值，从而摆脱身份焦虑的困扰，过上更加幸福和充实的生活。正如书中所说，
如果我们把所有的精力都用来模仿他人，我们将永远无法找到真正的自我。身份焦虑的缓解，自我认知与自我接纳。自我认知和自我接纳是缓解身份焦虑的关键。自我认知是指我们对自己的了解程度，包括我们的优点、缺点、兴趣爱好、价值观等方面的认识。只有当我们真正了解自己时，我们才能明确自己的人生目标和方向，才能在面对各种选择和挑战时做出正确的决策。自我接纳则是指我们能够接受自己的不完美，接受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会因为自己的缺点和不足而感到自卑和焦虑，而自我接纳则能够帮助我们克服这种情绪，让我们更加自信地面对生活。从心理学角度来说，自我认知是自我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我意识是指个体对自己存在的觉察，包括对自己的行为、心理状态以及与他人关系的认识。当我们对自己的认识越清晰时，我们就越能够理解自己的行为和情感，从而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行为。自我接纳则与自尊密切相关。自尊是指个体对自身价值的评价和感受。当我们能够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时，我们就会对自己的价值有一个更加客观和积极的评价，从而提高我们的自尊水平。当我们的自尊水平提高时，我们就会更加自信和勇敢地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要提高自我认知，我们可以尝试以下几种方法：自我反思，定期对自己的行为、情感和思想进行反思，总结自己的优点和不足。可以尝试写日记或者进行冥想等方式来帮助自己进行自我反思。寻求他人的反馈，向身边的人寻求反馈，了解他们对自己的看法和建议。但是要注意，我们不能过分依赖他人的评价，我们应该学会从他人的反馈中提取有价值的信息，并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思考。探索自己的兴趣爱好，尝试着去尝试一些新的事物，探索自己的兴趣爱好。通过参与不同的活动，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喜好和价值观，从而更加清晰地认识自己。要做到自我接纳，我们可以尝试以下几种方法：接受自己的情绪，不要压抑自己的情绪，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要学会接受。我们可以通过写日记、绘画等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情绪，让自己的内心得到释放。关注自己的优点，不要总是盯着自己的缺点不放，要学会关注自己的优点和长处。我们可以尝试着列出自己的优点，并经常回顾这些优点，以此来增强自己的自信心。学会宽容自己，不要对自己过于苛刻，要学会宽容自己。当我们犯了错误时，不要过分自责，要相信每个人都有犯错的时候，重要的是要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不断的进步。好处：当我们提高了自我认知和自我接纳的能力后，我们将不再被身份焦虑所困扰，我们会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价值和人生目标，从而更加自信地追求自己的梦想。我们会发现自己内心的力量和潜力，从而过上更加充实和有意义的生活。书中提到，自我认知和自我接纳是通往内心平静的必经之路。身份焦虑的超越，追求内在价值与精神富足。在超越身份焦虑的过程中，追求内在价值和实现精神富足是至关重要的。内在价值是指那些不依赖于外在的物质财富和社会地位的价值观念，如善良、诚实、勇气、智慧等。精神富足则是指我们在精神层面上感到满足和充实，不依赖于外在的物质条件。从哲学角度来看，内在价值是人类价值体系的核心。哲学家们认为，真正的幸福和满足来自于对内在价值的追求，而不是对物质财富和社会地位的追求。例如，亚里士多德就提出了幸福是灵魂的一种活动的观点。他认为幸福来自于我们对自己内在潜力的发挥和对美德的追求。而从心理学角度分析，精神富足与我们的心理健康密切相关。当我们能够在精神层面上感到满足时，我们的内心就会更加平静和安宁，从而提高我们的心理健康水平。例如，积极心理学的研究表明，感恩、乐观、宽容等积极的情绪和品质能够有效地提高我们的幸福感和生活质量。要追求内在价值，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培养良好的品德，努力培养自己的善良、诚实、勇气等品德。我们可以从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做起，例如帮助他人、遵守承诺、勇敢地面对困难等。不断学习和成长，保持对知识的渴望，不断地学习和成长。我们可以通过阅读书籍、参加培训、与他人交流等方式来拓宽自己的视野，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和技能。关注他人的需求，学会关注他人的需求，为他人做出贡献。我们可以通过志愿服务、慈善捐赠等方式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从中体会到奉献的快乐和价值。要实现精神富足，我们可以尝试以下几种方法：培养积极的心态，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学会从困难和挫折中寻找机会和希望。我们可以通过阅读励志书籍、观看励志电影等方式来培养自己的积极心态，学会感恩生活中的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我们可以尝试着每天写下3件让自己感到感恩的事情，以此来培养自己的感恩之心，追求内心的平静，
学会放松自己，寻找内心的平静。我们可以通过冥想、瑜伽等方式来缓解压力，放松身心。好处：当我们追求内在价值和实现精神富足后，我们将不再被身份焦虑所困扰。我们会发现自己内心的力量和价值，从而过上更加幸福和充实的生活。我们会拥有更加积极的心态和更加健康的生活方式，从而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书中写道，当我们超越了对身份的焦虑，我们就会发现，真正的幸福来自于内心的平静和对内在价值的追求。案例分析：成功人士如何应对身份焦虑。案例1：乔布斯的身份探索之旅。史蒂夫·乔布斯，这位苹果公司的传奇人物，在其职业生涯中也曾经历过身份焦虑。在他的早期创业生涯中，他被苹果公司解雇，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然而，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自己的梦想，而是开始了一段自我探索的旅程。他意识到，他对于科技和创新的热爱并不依赖于他在苹果公司的职位和身份。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目标和价值观，最终创立了 NXT 公司，并收购了皮克斯动画工作室。在这段经历中，乔布斯学会了关注自己的内在价值，而不是过分关注外在的身份认同。他明白，真正的成功来自于对自身价值的追求和对创新的热爱，而不是来自于对职位和权力的渴望。应用启示：乔布斯的经历告诉我们，在面对身份焦虑时，我们应该学会放下对身份的执着，勇敢地探索自己的内心世界，寻找自己真正热爱的东西。我们应该相信自己的价值和潜力，不要因为一时的挫折而放弃自己的梦想。案例2：奥普拉的自我接纳之路。奥普拉·温弗瑞，美国著名的脱口秀主持人，她的人生也充满了挑战和挑战。在她年轻的时候，她曾经历过贫困、虐待和自我怀疑，但是她并没有被这些困难所打倒，而是通过自我接纳和自我成长，逐渐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和人生方向。她学会了接受自己的过去，珍惜自己的经历，并将其转化为前进的动力。她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奋斗，成为了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女性之一。奥普拉的故事告诉我们，自我接纳是克服身份焦虑的重要途径。只有当我们学会接受自己的不完美，才能真正的发挥自己的潜力，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应用启示：奥普拉的经历启示我们，在面对身份焦虑时，我们应该学会自我接纳，不要过分苛责自己。我们应该学会欣赏自己的优点和长处，同时也要勇敢地面对自己的缺点和不足。我们可以通过自我反思、寻求他人的帮助等方式来提高自己的自我接纳能力，从而更好地应对身份焦虑。通过以上对身份的焦虑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到，这本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来看待身份和焦虑。它让我们认识到，身份焦虑的根源在于社会比较、文化影响以及我们对自己的不合理的认知和评价。它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有效的应对方法，如调整心态、提高自我认知和自我接纳能力、追求内在价值和实现精神富足等。这本书的核心内容可以概括为：我们要学会超越对身份的执着，关注自己的内心世界，追求真正的幸福和满足。如果你也正在被身份焦虑所困扰，那么我强烈推荐你阅读《身份的焦虑》这本书。不要让焦虑占据你的生活，不要让对身份的追求成为你人生的主旋律。相信这本书会给你带来启示和帮助，让你找到内心的平静和力量。行动起来吧！从现在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目标和价值观，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记住，你的人生价值不取决于他人的评价，而在于你对自己的认可和接纳。你拥有无限的潜力和可能，不要被身份焦虑所束缚。相信自己，勇敢地迈出第一步，去探索属于你自己的精彩人生。当你超越了对身份的焦虑，你会发现，真正的幸福和满足来自于内心的平静和对内在价值的追求。让我们一起努力，摆脱身份焦虑，过上更加幸福、充实的生活。